大家好，我是扫雷森。终于等到全世界都在抛售美元了，也代表着财富将会迎来真正的大洗牌。无论你以前是有钱还是没钱啊，如果你现在把美元换成是黄金，那么这可能就是你一生一次暴富的机会了。很多人都不管政治，觉得很复杂，跟自己无关。但我问你，赚钱跟你有关了吧？所有赚钱的机会呢，就是看你能不能看懂大环境，然后顺势而为。所以认真听了，很简单的。以前呢，我们都不敢大声说4个字，叫做去美元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反对美元霸权的国家都没有好的下场。比如说日本的经济失落了30年，到现在还没有复苏，希腊更是直接破产，无数的国家呢，就好像被渣男渣了一样，还心甘情愿的被招下去。而这些资本家的套路就叫做剪羊毛，每次都用这一招，很简单的。首先呢，像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美联储的资本家打正旗号说经济不好，要刺激经济，所以就疯狂的放水印钞，钱多了，那你的钱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同时呢，利率也就是借钱的成本就变得非常的低。这时候那些有钱人啊、大企业、大银行，甚至说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去借钱投资做生意。那么大量的美金流入市场，物价就会上涨，进入到通货膨胀的时代。股市啊、币市什么的，甚至连 NFT 就是一幅画都会暴涨。当时的亚洲4小龙越南能够风光一时呢，都是因为美联储放水。OK， 你这羊毛长出来了，你整个经济泡沫已经到达极限的时候呢，美联储就说我不放水了。去年22年开始，美联储就打着要打击通胀的名义，直接宣布要升息，就是告诉你经济这么动荡不稳定，就不要投资做生意了。你把美元呢放在我这边，我会给你很高的利息。就是这样，全世界买了股票比特币的人呢，都把这些投资品卖了，拿着美金放到银行去。这时候，你们国家优秀企业的股票资产都要崩盘了，不值钱了。不但如此，我们的美元升值了，变相于你们的东西更加便宜，我们资本家就可以用升值的钱去买你们廉价的资产。所以你可以发现，升息的过程里面呢，只维持了半年到1年左右，美联储的资本家都是慢慢的买入你们国家的资产去抄底的，而你们国家自己的所谓专家呢，就出来带风向说房价要崩盘啊，股市要崩盘啊，吓唬你赶快卖出手上的资产，要持有现金。结果就是历史不断的重现，普通人每次都在房价跌的时候卖房，房价涨的时候买房，一次又一次的被剪羊毛了。所以这时候有的国家就去想，反正呢到最后我们的人民资产都会被美国那些资本家买光了，然后我们赚的钱都会到那些资本家手上，变相于老百姓一辈子只能替那些资本家打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抗争一下呢？所以你最近就会听到很多国家，比如说中国、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巴西等等，都出来说不再用美元交易了。然后很多国家的银行呢，都很低调的买入了大量的黄金，导致了黄金的价格暴涨。那么以前的影片讲了，我会买黄金呢，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作为避险，躲开金融危机和战争。而最近呢，我发现黄金充满着投机的价值，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次翻身的机会，而且套路非常容易捉。那么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做出了这部影片，手把手的带你飞一次思维的旅行。那么如果你不为我撑腰，轻而易举的点赞，那么以后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而这个频道呢，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跟其他接近50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好，首先为什么我们很少听说有人投资黄金会赚大钱呢？因为你可以理解，黄金是美元的替代品。这些年美元强势的时候，黄金就会处于弱势。那为什么美联储在不断印钱啊？那美元应该是完全没有价值才对。为什么它还可以到处的霸权呢？因为那些资本家精英想出了一个方案去掌控全世界，就是找出一个有价值的商品，然后就把没有价值的美元跟它捆绑在一起，这样美元就会值钱啊，就不怕通胀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对吧？那什么样的商品是值钱的呢？所有的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要用到石油，石油就是工业的血脉。但是美国不是石油大国啊，所以他们就在地图上面找到了石油产量比较多的沙特，
透过收买、恐吓来强迫沙特成为他们的小弟，让他们只能用美元买卖石油。就是今天你要去沙特买石油，你就必须要把货币换成是美金，你才可以买得到。那么一个沙特小弟是不够的，所以透过中东的战争，强迫大部分的中东的石油国都要用美元交易石油。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人权战争，扶持一些反对派搞文化侵略。什么意思呢？这些国家一旦想要离开美国的掌控，美国就会发动所谓的人权警告，轻则呢是踢出国际社会，重则就是发动战争，就是告诉你不听我的话，后果自负。听话当我小弟的话，我这老大就会继续的带着你去赚钱。那不用选嘛，打不过就加入，一起赚钱嘛。这些小弟呢也跟着美国的银行家赚到盆满钵满的。那这时候这些银行家就告诉小弟，你想要赚更多的钱吗？小弟就说想啊。那 OK 的，你把赚来的钱给我，我给你利息。所以小弟呢就把所有的钱投资到美国金融市场，而这资本家就拿这些钱去放高利贷，借给那些急着用钱的国家，用钱来让你成为我的奴隶。什么意思呢？假设你是一个国家老大，你想要有政绩，想要国家发展的好，但是你没钱也没有石油，发展不了工业，那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美国的资本家走过来告诉你，我可以借钱给你，并且我可以让我的小弟国家把石油卖给你，你准时还钱就好了。那么你面对了只有两条路，第一是继续的穷，然后被美国打压，第二就是接受这条件，赌一把翻身的机会。但说实话，其实也没有选择，你只能接受，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接受了，你不接受，人家就会发展起来，你不发展，你就是变弱了。所以无形之间呢，你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我们美国资本家小弟，替我们打工。如果你还不起钱呢，你们国家优质的资产就会被我们拿走。如果你发展起来还了钱呢，这高昂的利息被我们赚走了以后呢，我们又会开始打压你，贸易的封锁你，扶持你国内的反对派来干预你。那么很多人以为美元是货币，其实美元只是币，而货是商品和资源比如说房子、车子，甚至说珍珠奶茶都是货，而美元资本家玩的就是用币来换你的货。什么意思呢？当你必须要用美元做交易买卖的时候呢，比如说今天你要买石油，那么你就要有充足的美元来支付给中东的国家，这样你就必须要囤积美元来维持你的汇率稳定。而你今天囤积了100亿美元，当你放在这里不用，那么其实这些美元都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就一堆废纸，对吧？可是呢，你囤积的这些废纸，你其实是要用自己的产品和资源来换取的。也就是说，你用实际有价值的东西去换走一些没有价值的废纸。为什么说这是废纸呢？因为印刷这些废纸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就是几部印刷机随时就可以印出来了。能够听懂吗？当你以为结束了，美联储的资本家又走过来说，兄弟，想不想赚钱啊？其实你不需要持有这么多美元的，你这100亿可以拿去买我们发行的国债，我们美国就在这，不会跑的。所以我们发行的国债是最高信用度的，也就是最安全的投资。那么你给我100亿美元，我给你一张欠条，平时这笔钱呢，你放在我这边，我约定你一个期限，比如说10年，那么10年以后我把这笔钱还给你，我还会额外的付你利息。那么如果你答应了，你购买了100亿10年的美债，那么美联储的资本家呢就会马上收到这100亿的现金，然后他们就会用这100亿去购买你这国家的资源和资产。这就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我从你这边借钱来购买你的东西，而我自己呢1分钱都不用花的。这钱呢我会还给你，但10年以后我才会还。但10年以后怎么办呢？这100亿我还是会连利息还你的。怎么还？我用同样的套路跟其他国家也借了钱了，相当于用新债去还旧债嘛。所以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啊？记住这句话，穷人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而富人呢是人在天堂，债在银行。全世界经济体排名第1的美国告诉你，富人就是开着兰博基尼借走你穷人存在银行的钱。美联储向全世界欠下了无数的债，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他们用一张废纸就换走了。这就是美元霸权，让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成为他们的奴隶，替他们打工的系统。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好像你以为自己买了100万的定期理财，
但那些理财经理忽悠你，把这100万全部买了彩票。当时08年金融危机，美国资本家发明了一个非常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卖给了全世界，然后就自爆了，牵扯到4万多亿美元都收不回来的。任何国家呢发生这种事都起不来，比如说郁金香的泡沫，还有大英帝国的没落。但是美国只是用了2年的时间就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24小时无限印钱，让全世界的人来替他们买单，然后把钱借给他们本土的企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美国经济恢复了之后呢，这些企业就会用赚来的钱还给美联储，美联储的资本家又可以继续的到其他经济还没有恢复的国家去购买他们优质的资产。最可笑的是，其他的国家还赶路不赶盐，因为你发展就需要石油嘛，而你需要石油，就要拿你家的大米去换美元。当美联储不断的印钱，它印的越多，你手上的美元就更不值钱，废纸就更像废纸。这时候你可以去反对他们，那么就是跟他们作对，下场就是人权警告。所以其实也没有选，只能忍声吞气的笑着。久而久之呢，你自己没得吃了，快要饿死的时候，美国就会捐赠一点食物给你，说是人道援助，实际上呢是让你活着继续的替他们赚钱，然后你还要去感激他。但没有办法，谁厉害谁聪明，谁就能够制定游戏的规则。这世界呢就是资本社会，财富都是被聪明的精英控制的，你不能够指望别人来帮你，因为政府都可能是受害者，你自己的财富只能自己保护。所以很多人私讯我说，想要摆脱这样的命运，读书的看不到未来，上班的无限轮回，有家庭的拿命去换钱，做销售的去跪舔客户，创业的连产品都卖不出去，就好像怎么做都是瞎搞。看着2023年都过了1/3了，还是无法突破，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在自媒体这个世界，你今天制作完一部影片，如果这部影片10年以后还有人看的话，那么你就整整赚了10年的被动收入。粉丝呢，将会是现在未来最大的资产，因为当你掌握粉丝，你就是掐着商人的脖子，他们需要曝光产品，就需要找你合作。而为什么我和我的弟子可以在全世界大公司裁员、银行倒闭、股市币市崩盘、疫情实体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年赚7位数美金呢？就是因为我的弟子在危机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危险，而是机会。通过自媒体建立了一个让客户追着我们跑的生意。我们玩的是 YouTube 有25亿的人，如果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有25亿。我告诉你，其实创业都是可以学习的，它也是一门科学，是可以复制和实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把我们整套商业机密还有路径都归纳在2023年全新的培训营里面。我想要问你，你愿意为这个可以改变你命运的培训营付多少钱呢？这培训营的价值是300美金，但是今天只要你为这部影片点赞，我就教你这个朋友，你不需要300、200、100，甚至连1美金都不用。对了，什么都不说了，免费的让你看，还会送你一些礼物。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报名以后可以先看完这部影片，再慢慢去观看。好了，现在不少的国家一次又一次被剪完羊毛之后，开始忍不了了。你知道吗？这3年以来，疫情和能源的问题已经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你这样理解 ，GDP 就是美国的收入，而现在美债已经是 GDP 的126%了。这资不抵债的数字呢，当时的希腊、阿根廷等等的国家都经历过，而后来这些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所以现在借钱给美国的债主国都是心慌慌的，就是美国你再这样玩下去的话，哪天你要是破产了，你欠我的钱是不是1毛都不用还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制裁俄罗斯是直接封锁了俄罗斯的大批海外资产的，而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资产里面就包括了不少美国的国债。这样子的操作直接让其他国家惊呆了，什么情况啊？哪天我跟你不合作了，你是不是也要封锁我的美债啊？欠钱可以不用还了，那这个太危险了，我得赶紧的把我这个美债都卖了，换成钱再算。所以这就导致了美债抛售的浪潮。那么当这些国家把钱取回来以后，本来是想趁着美联储升息把钱存在银行赚利息的，而现在硅谷银行倒闭了，这些国家差一点1分钱都拿不到，然后好不容易把钱取出来放到瑞士那边，结果瑞士信贷跟着就倒下了。那么这么大的一笔钱不能放在仓库里面贬值啊，更不可能说投资高风险的资产，比如说是石油、股票等等的这些。
所以只能回归本心，大家都去抢黄金了。这到底有多疯狂呢？这样说吧，2022年以来，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偷偷的买入黄金，而且是成吨的抢，就这1年多就买下了1200吨，创下55年以来历史的新高。大家都知道，黄金的供应是有限的，比如说全世界只有100块黄金，国家囤积了80块，剩下的20块在市场上是不是很抢手呢？所以黄金的价格不断上涨。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靠这一次买黄金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呢？很多人对于投资黄金的印象就是收益超低，波动还非常的大。这100年里面，黄金的平均年收益率才 4.6%， 远远低于美国大盘指数的表现。然后年化波动是 15.2%， 这波动率也远远超过了美国股市大盘的指数。那真的是这样吗？你要看金价走势，就要分2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就是1971年之前，黄金是作为货币的，所有的国家呢都把黄金作为储备。当时你拿着黄金，我拿着日元，那到底谁的国家货币是比较值钱呢？我们的汇率要怎么算呢？怎么进行交易呢？这时候就要看你们国家储备了多少的黄金，谁储备的黄金比较多，谁发行的纸币含金量就高，它的纸币就更加值钱。这个就是金本位的制度。当时美国持有黄金最多，所以就可以说自己美元直接跟黄金挂钩了。你们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需要持有黄金了，只有我们美金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阶段金本位的时代。黄金呢是以世界货币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到1971年开始到现在，玩法就不一样了。当全世界都持有美元的时候，美联储的资本家就告诉你，反正你们平时都不会拿着美元跟我兑换黄金了，所以呢，美联储就直接取消了金本位，就是大家认可美元，不再是因为它储备的黄金足够多了，而是因为他们认可美国这个国家，就是管你有没有黄金，反正我信的就是你这个国家。那么这时候呢，黄金的属性就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以货币的属性存在了，而是以资产的属性。它跟其他的白银什么样的元素呢，都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你听完以后，可能更不喜欢黄金了，因为它退化了。本来还是这世界公认的货币，现在更沦回了普通的贵金属，对吧？它又不像股票一样给你分红利息，也不像房地产一样给你租金收入，那就更不可能买了。但如果你认真的去看黄金的走势，它1971年之前呢，黄金的价格都是一条直线的，就是不涨不跌。而当它不再是世界货币，也就是1971年之后呢，它才有爆发式的涨幅。为什么呢？因为金本位的时候，它是一种货币啊，是一个工具，它不能够有太大的波动，能够理解吧？而取消金本位，黄金不再是货币，而是有形资产的时候，才会有人去炒作、去收藏。加上大家越来越不相信美元了，所以才会有上涨的走势。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看黄金的数据，一定是要从1971年取消金本位，黄金有投资属性的时候去看的。那么从1971年到2000年的时候呢，这29年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 6.8%， 然后2000年进入了新世纪嘛，所以一直到2023年，这23年的年回报率就超过了 10%， 这不是比你去买任何理财甚至是股票指数基金回报率更高吗？我说过了，我自己一直有收藏黄金的习惯，但我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听了富爸爸穷爸爸的话，布局黄金作为避险的资产。但是现在我发现了，持有了这么多年，尤其是前些日子每天要打仗，我让我妈在香港多买了一些金条。当时呢是2020年8月2号，1700多美元买的，现在已经涨到了2000美元。那么我每块金条就赚了1500美金左右。我9个月的时间呢，回报率就是 15%。说真的，相对于我们之前做空日元几倍的赚，回报真的不多。我本来呢也不想要去卖出黄金的，因为我就喜欢囤积黄金，还有房地产。我的策略就是奇货可居。听到这里呢，有人就会质疑了，如果这23年以来年回报率有 10% 以上，那为什么中国那些大妈买黄金就要亏钱呢？首先呢，中国的大妈买的不是金条还有金块，而是首饰，就是你今天结婚用的一条金链，手镯很美，对吧？有龙有凤的，那里面就蕴含了加工费，有很大的溢价，你一买就亏了。然后我们说23年平均年回报率是 10%，
我们是站在现在回头过去算账的，这不意味着你每一年都能固定有10%的收益。比如说你去年是亏5%的，今年我赚了25%，所以这2年就一共赚了20%，所以每一年的平均回报率就是10%，能够听懂吗？不懂投资的人呢，以为投资就好像是银行保收益的理财产品一样，每年给你固定的收益。其实投资都是有波动的，比如说你在2003年你拿10万美元去买黄金，是有个10年，到2013年呢，你就能够拿回45万多，10年翻了4.5倍，连赚16%左右。但如果你在2013年买黄金，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卖呢，你就是亏钱的，亏损了差不多是1%啊。但如果你在19年买，20年卖，持有个1年，也就是赚了20%，能够听懂吗？你希望在短期内赚钱，一买一卖的就叫做交易，叫做投机，那么你就有可能亏钱。但是你买了以后不打算卖，你持有个10年8年，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哦，原来你的利润已经翻了几倍，对吧？但是我还是不卖，因为黄金价值最高的时候是金融危机，很多人跳楼，甚至是战争的时候。而就算这些事情在我有生之年不发生，我都会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就不卖嘛。反正黄金它账面的价值是涨了，就算我现在等着要用钱，我再拿去卖，那我还是赚钱的。那我现在不等着用钱嘛，我就放在安全的地方不卖，那有什么关系呢？至少我认为任何一份保险都不够我买黄金那么安全。你金融危机，保险公司都要倒闭了，但我持有黄金呢，甚至可以让我升几个阶级，从商人变成贵族，对吧？所以你长期囤积黄金，有闲钱就会去买，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我来说，我宁愿买黄金，也不买太多的保险。而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赚快钱，但又觉得玩期货、股票、比特币那些风险太大的话，我告诉你，黄金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做趋势，让你赚快钱的资产。你只需要知道它的核心价值，就是避险保值嘛。当人类有很大避险保值的需求的时候呢，黄金的价格就会涨。你去看看啊，黄金上涨的行情是在2018年8月开始发动的，当时的价格是1100美元左右。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中美贸易战的摩擦开始不断升级，一直到2020年3月，黄金的价格就涨到了1455美元。你再看随后的5个月，就飞速的暴涨，一直涨到了历史最高的2070美元。我问你，20年3月到8月发生了什么？疫情出现了吗？导致了全世界恐慌了吧，对吧？那么8月以后，好的消息出来了，大家开始发现，原来我们人类的恐慌其实大于真实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认为这疫情无药可救了，但后来才发现，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大家都中过这病毒，也习惯了这病毒，疫苗也开始研发出来了。然后美国的新总统上任，大家都认为他可能会放下贸易战了，所以黄金的价格就开始回落了。直到22年呢，美联储要说升息了，大量的资金又回到美国了，所以美元又走强了，黄金的价格又下跌了。你发现了黄金上涨和下跌的底层逻辑了吗？当这个世界充满着好消息，大家都很确定未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更倾向于持有现金，黄金的价格就会跌。反之，当这个世界充满着负面消息，你在街上每个人都很恐慌，都在埋怨政府的时候，黄金的价格就会涨啊。你看到现在大公司裁员了，银行倒闭了，担心战争，然后被美国剪完羊毛了，所以黄金的价格就涨起来了。而且很多的国家都不再用美元交易了，直接呼喊着要去美元化，美元就开始走弱了。黄金呢就已经涨到了历史的高位，也就是2000多万美元。大家看这图，绿色这一条是非常明显的压力线，就是黄金的价格每次到达这里最高位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去做空，所以它就会跌回去，一直不能够突破。而现在黄金的价格又回到差不多这个位置了，一直不能涨上去，但它没有跌下去，而是在横盘。这代表什么？代表着有足够的接盘力度支撑着黄金的价格。无论是大户还是散户，很多人都在买黄金。那这时候你想要做投机就要注意了。如果黄金的价格突破这一条绿色的压力线，也就是金价涨过了2070美元，那么就代表着金价的上方已经没有沽盘了，所有买入黄金的人都是赚钱的。这时候黄金就可能迎来史无前例的暴涨。注意听了，那我们做法很简单，就是设计黄金的价格如果突破了绿色这一条压力线，
也就是$2070，我们就会自动的买入黄金的 ETF， 或者是其他的衍生产品，甚至像我一样直接买金条，然后把止损设置在绿色这一条线上面，因为这条压力线被突破以后，就会变成了支撑线。只要我们买入以后，又重新跌破这一条$2070的支撑线的话，就代表了可能被洗牌了，那我们就卖出平手，亏一点点的手续费。但是如果买入以后，上面没有估压，一直的暴涨，我们的回报率就可能是史无前例的高了。这就是投机的策略，亏的话就只是亏一颗糖果，赢的话就是赢一套别墅，能够听懂吗？那么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一条绿色的压力线，我们不买就是了。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关注呢？因为美联储剪羊毛已经到尾声了，美联储就要停止升息了。你看，美联储的银行都倒闭了，所以他们甚至说很快就要宣布降息了，继续的印钱，到时候美元就会走弱，黄金就会走强，那么黄金就会有一波涨势，是不是很合理呢？但是就是你明明知道现在是赚快钱的一波机会，但是你没有筹码，你买不起黄金，那么你只能眼睁睁的错过这次机会了。事实上，这世界最赚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你的脑袋才是你最大的资产，因为它可以想出无数的赚钱的方法。而如果你像我当初一样一无所有，没有人脉、背景、资金，甚至还有学贷负债，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先学什么投资理财，而是拥有一个自动化让你睡觉都可以收钱的事业。很多人为了上班，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投资，甚至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他们的薪水就是固定的，你去拜财运也没有用啊。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很多人都还在做实体行业，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行业不能够出现在互联网里面，你很快就会被淘汰。就好像报纸行业也几百年的历史，不可能会倒闭，对吧？结果现在谁还会去看实体的报纸呢？大家都在手机里面看新闻了，对吧？以前大家都会在街上打广告，现在靠广告业配赚最多的地方就是 YouTube 这些自媒体平台啊。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赚钱，你真的一定要在影片第一条链接报名我的2023年培训营，免费的，你没有损失，对吧？但是如果你已经非常清楚里面的商机，你渴望成为我的弟子，像我们一样拥有一个年赚7位数美金的品牌生意，真的，你一定要走进我的创业商学院。我会在里面从零开始去把我所有亲自实践过、验证过的数据理论总结为一个可以让你去复制系统。我会手把手的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做，怎么做，包括怎么选题、怎么制作内容、怎么制作缩图等等，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是，当中结合了我很多做生意的道语术，就是说你不懂互联网、不懂设计，也没有接触过创业，你都可以透过互联网比病毒更可怕的传染力，让客户带着钱追着你去跑。那么我希望，如果你对财富自由的方法有所领悟，你已经知道抓住趋势就是抓住逆天改命的机会的话，真的，你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现在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我会在里面不定期更新财富自由的课程，包括是销售、地黄术等等。我们团队还会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几千的弟子互相的抱团，互相交流赚钱第一手资讯，互相的认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你一定要在我们取消优惠和大礼包之前走进我们商学院的大家庭，以后你可能要用更高的价格加入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